肺部好重，这是死后的世界。我手呢？这种失重感是怎么回事？这红鲤鱼是谁？我？会疼？会疼？不是梦，老子堂堂故事总裁，怎么会变成一条鱼？婉儿别哭，我就在这里，你抬头看一眼。滚开！别挡着我看老婆！等等，这感觉不对，你们这群畜生往哪儿钻呢？老子是男的，别碰我的尾巴！苏婉救命！我要被这群畜生玷污了！静，100亿金融风暴都扛过来了，现在的局势，我是鱼，老婆被欺负，而我在被畜生骚扰。丁检测到宿主复仇意志与理性回归，商界至尊进化系统激活，鳞片钢铁化，初级流体掌控，是否接受？只要能弄死这几条畜生，回到婉儿身边，我签。第2步，精准打击，鳞片钢铁化，倒计时3、2、1，任务完成，确立鱼缸霸主地位，基础属性提升。赵天宇，谁允许你进来的？滚出去！嫂子，火气别这么大呀，我可是来给你送温暖的。平叶大哥刚出车祸，被烧成了一把灰，我这不是怕你孤单吗？车祸，刹车失灵，果然是你这畜生动的手脚。我一手提拔的副总，竟然反咬主人。看看吧，顾氏集团股权无偿转让书，把字签了，乖乖交出廷烨名下那65%股份。你做梦！顾氏是廷烨的心血，哪怕我死，你也别想动1分1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有谁能护得住你？放开他！别碰他！别碰他！哟，这蠢鱼撞什么玻璃？怎么，你也替你那短命的主子喊冤？嫂子，顾廷烨是个工作狂，结婚3年，他碰过你几次？这么娇滴滴的美人独守空房，多暴殄天物啊！无耻！今天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在这张顾廷义生前最爱的办公桌上办了你，然后拍下视频，我看你交不交股权？系统，老子要把他碎尸万段！丁宿主愤怒值爆表，是否消耗全部体力？将初级流体掌控。超频！超频！给我往死里打！我的眼睛！我的脸！周总，周总，有机关，一条死鱼也敢坏老子好事，给我砸碎他，剁了喂狗！不许碰他！这是廷烨的鱼！贱货，连他一起砸！警告：体力透支剩余1%，面临致命威胁。系统，给我力量！我要弄死他们！开启资本掠夺，扫描缸内高价值资产，发现帝王绿翡翠镇水珠，是否变现？给我变现！资本注入，体力恢复100%，购买现实技能，重资产水弹扫射。给我碎！怪物！还有你这个贱人，你等着！明天上午董事会，我看你怎么保住顾氏。这是廷烨装的安保机关吗？连他养的鱼都在保护我。婉儿别怕，就算变成鱼，我也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你。廷烨，明天的董事会，我拼命也会替你守住顾氏。廷烨，我去了。婉儿带上我，那帮老狐狸你一个人应付不了。你是想陪我一起去吗？各位，顾廷烨连灰都不剩了，今天开盘顾氏直接跌停，为了止损，
我提议由我暂代董事长。可是按法律，顾总的股份由太太苏婉继承。苏婉，一个只会插花喝茶的寡妇，懂什么商战？把公司交给他，大家一起跳楼。顾氏还没破产，就有人急着吃绝户了。哈哈哈哈哈！苏婉，你疯了吧？带条死鱼来开董事会，指望他替你投票？这是停业的位子，滚起来！好，我已经联合了4大供应商和花旗银行，今天你不交出60%的股份，他们立刻断供，并催讨30亿过桥贷款，顾氏明天就得破产。30亿逼宫，一群乌合之众。丁触发新模块商业洞察，可探查在场人员致命还有软肋。这好东西，开启！婉婉别怕，看我扒光他们的底裤。顾太太，为了大局，你还是签了吧。签啊，否则让你背30亿的债。怎么回事？安保呢？把屏幕关了！这不可能！这些绝密文件怎么会在这儿？快关掉！吃死人赔点钱就行了，成本必须压低。完了，全完了！拔电源，快拔掉！拔电源，就算楼塌了也得播完。动故事者直接清算，3分钟内不滚出故事大厦，所有视频自动发送到网络。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被你害惨了，我退出，我也退出，我不争了。苏婉，是你，你个贱人干了什么？庭燕就算不在了，他留下的底牌也足够碾死你这只白眼狼。带着你的种子梦滚出故事！不愧是我老婆，干得漂亮。底牌，好啊。既然你们非要鱼死网破，那就别怪我赶尽杀绝。顾太太，黑料只能吓唬吓唬这帮软骨头，但你们顾氏欠我们花旗银行的30亿过桥贷款可是白纸黑字，今天中午12点前钱不到账，顾氏大楼即刻查封。丁触发主线地狱级任务，3天赚取30亿现金，任务失败惩罚宿主抹杀，故事破产。王行长，按照合同，您今天带法院的人来查封。顾氏的风险评估已经降到最低，见不到30亿现金，大楼准时贴封条。20亿，就算把海外所有的分公司低价抛售，加上我的私房钱，还差10个亿的缺口。营业，我好累，他们都在逼我。婉儿，对不起，留你一个人面对这些豺狼。不，还没输。我生前在冰道暗中拿下的那座蓝源锂矿开采权，赵太玉根本不知道。只要把那份对赌协议拿出来抛给华尔街，别说30亿，300亿也能融到。庭叶说过，越危险的地方，花开的越隐秘。密码会是什么？婉儿，别慌，想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不会是那些俗套的日子，除了那一次。35亿估值，庭叶，你生前竟然布了这么大一个局。你也一夜没睡吗？也是，鱼怎么会睡觉呢？这份合同是把双刃剑，3天内想变现30亿现金，只能去找那个外号沈疯子的沈克。顾太太，庭叶兄刚走，你就抛出这么大一个诱饵，这冰道锂矿可是他的心头肉，你舍得？死物救不了活人，沈总开个价。30亿，但我有个条件。沈克，你还是这么谈？地面清算权一旦交出去，顾氏在欧洲的所有物流线就全断了。沈总，我想现在急着签这份合同的恐怕不是我，而是被欧洲环保署盯上的沈氏吧。顾太太，是谁在背后教你？地面清算权我绝不放，35亿现金2小时内到账，否则我立刻出门去见沈总的死对头林家。哈哈哈，好，庭叶兄真是找了个好老婆，合同我签，钱立刻走离岸通道划给银行。1次2次都是你在帮我，对吗？这道红印，位置、形状
不，我在想什么？苏婉，你清醒一点，他已经死了，这就是一条鱼。王行长，手续都准备好了吧？12点一到，我要看到顾氏大楼挂上你们银行的封条。赵总放心，只要30亿没入账，法律程序不等人。恐怕要让2位失望了。沈氏能源的35亿已经全额汇出。汇出？嫂子，跨境大额结混，没有王庭长的人工确认，这钱在系统里就是一串数字。12点前，他落不进顾氏的账。顾太太，赵总说的对，最近总行风控升级，这种数十亿的异常资金，需要首席清算官手动授权。很不巧，清算官今天在飞机上，我也联系不到。王行长，你还是老样子。清算密钥就在那本书底下。如果一个银行家在谈判时一直盖着某件东西，那说明他所有的底气和恐惧都在那只手下面。王行长，清算官不在，但你手里那个离线授权密钥，应该就在你左手压着的那本书下面。按照银行法，在资金到账且有明确支付令的情况下，人为延迟超过15分钟，属于严重金融违规。你是想现在插上密钥放行，还是等我10分钟后，让沈氏能源的法务团队带着截留资金的证据去总行举报你？到时候的可不只是职位，而是后半辈子的自由。苏婉，你敢恐吓行长？顾太太，误会了，刚才系统似乎恢复了。35亿入账，顾氏集团所有债务已清算。那个密钥的秘密，除了廷烨和内部高层，没人知道。你连鱼食都不会抢，却能带我找到绝密文件，能带我识破王行长的底牌。顾廷烨，这种算无一策的手段，除了你，这世上绝没有第2个人能交给我。30亿保住了，可我还是觉得，你就在这屋子里看着我。谁？张妈，是你吗？电闸切了，信号屏蔽了，今晚这儿会发生一起意外火灾。嫂子，顾廷烨在底下太寂寞了，我送你下去陪他。畜生，滚开！婉儿，快跑啊！那个暗格，那个只有我们知道的暗格。警告：配偶进入红色预警，宿主灵魂波动突破临界点，强行重塑声带，痛感等级10级，是否确认？少废话，开！住手！住手！弯弯钻底下。廷烨，真的是你！烂鱼也想吓唬我，老子让你再死一次！走。丁，宿主原有生命替征归零，触发终极隐藏机制，至尊涅槃，正在扣除宿主所有积攒资产。生物电重构中，10%、50%、1%。鬼啊！顾廷烨，你明明死在车里了，我亲眼看着你烧焦的，你怎么可能还在？地狱嫌我杀气太重，不敢收我。老子能杀你1次，就能杀你第2次！去死吧，怪物！这一脚是替顾氏集团踹的，这一掐是替我妻子今晚受到的惊吓算的。赵天宇，我曾经把你从底层提拔上来，今天我亲自送你回地狱。廷烨，别脏了你的手。婉儿，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你这个混蛋，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以为你真的是条鱼，我以为我连一条鱼都保护不了。我知道，我都知道。以后
我来护着你。宿主原有身份已在法律意义上注销，当前处于无身份黑户状态。警察马上就上，从现在起你要记住2件事：第一，今晚是赵天宇分赃不均被他的同伙打残的，你一直躲在暗室里，什么都没看到。那你呢？你又要走吗？我不走，明天一早要在暗处把那些想吃故事绝户的财阀一个一个的扒皮抽筋。各位，昨晚赵总在苏婉的别墅遇袭，现在双腿粉碎性骨折，躺在 ICU。就算警方通报是入室抢劫，但偏偏苏婉毫发无损，这其中的猫腻大家还看不明白吗？就是赵总一倒，城南那个30亿的项目谁来牵头？不能让故事毁在一个女人手里。跟副总这么关心赵天宇，怎么不去 ICU 陪他？苏总，少阴阳怪气！今天没有赵总签字，城南项目的资金链立刻断裂。我们10几个高管一致决定，如果你今天解决不了资金问题，就立刻交出公章和代理董事长职位。看来赵天宇养的狗今天都急着跳墙。你骂谁？苏婉，你拿什么撑起故事？谁说故事没人撑？我以故事最大股东的身份宣布，从今天起，故事集团一切核心决策、人事生杀大权，全权交由我新聘任的首席特别助理负责。特助？苏婉，你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找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来压我们？白脸？孙副总，我看你的脸倒是挺白。你算什么东西？保安呢？把他轰出去！商业洞察开启，目标孙斌，高价值情报，利用城南项目虚报建材价格，吃回扣1.2亿，资金昨晚刚转移至海外离单账户。孙斌，上个月城南项目的砂石料市场价是每吨80，你批给外包公司的价格是220，中间那1.2亿的差价，在海外离单账户里躺得挺舒服吧？需要我把你洗钱的路径用大屏幕给大家展示一下？你胡说八道，这是诽谤！我叫顾寒，从今天起，故事的规矩我来定。法务部给孙斌下发律师函，联系精神大队，保安，把他给我像狗一样扔出去。吓到了？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刚才戴着眼镜骂人的样子，比以前更凶了。只对他们凶，对你，我永远是那条护着你的锦鲤。大少爷，赵天宇彻底废了。故事不但没乱，今天还空降了一个叫顾寒的特助，手段极狠，直接清洗了我们在故事安插的眼线。顾寒，顾廷烨都烧成灰了，顾氏哪来的这种硬骨头？去查！我要这个顾寒3天内死的连灰都不剩！一天裁掉3个核心副总，5个大区经理，动作会不会太大了？既然要拔毒，就不能留半点烂肉。更何况那些吃里扒外的蠢货多留1天，你在故事就多一份危险，我不允许。赵天宇背后是林氏财阀，你把林氏安插在公司的眼线全拔了，林天纵那个疯子一定会反扑的。我顾廷烨怕过谁？林天纵既然敢下局害我，我就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商业帝国怎么崩塌。苏总，那几位被裁的副总在楼下大堂闹起来了。苏总，您在此稍后，我去处理几条乱吠的狗。让顾寒那个缩头乌龟出来！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脸也敢开除我们？我们手里捏着顾氏1半的客户渠道。顾寒那个小白脸滚出来！顾氏是我们这帮老臣打下的江山，他一句话就想让我们走。今天他不跪下磕头，我们立刻让顾氏停摆。让我下跪？孙总，你的膝盖现在还硬得起来吗？孙斌，你在澳门地下赌场欠了8000万的高利贷，拿公司渠道抵押。刘总，你在加拿大养的3个私生子，开销全走的公司暗账。我不需要报警，只要我把这些东西寄给澳门的叠码稿，或者你们家里那位彪悍的太太，你们今晚就会被沉进黄浦江。我给你们10秒钟，签了自愿放弃股权和离职的协议，滚出这栋大楼，否则黑料全网公开。顾特助，我们签，我们现在就滚！求你把底稿销毁。大少爷，孙斌他们反水了，顾寒手里捏着他们所有人的致命黑料，几个人连个屁都不敢放，把手里的故事干股全吐出来，直接跑路了。故事居然还有这种情报网！既然商场上玩不过，那就玩绝的。通知杀手毒蛇，让他今晚去顾氏的地下车库。顾寒骨头再硬，我看他挡不挡得住刀子。警告：检测到高危杀气，6点钟方向、9点钟方向，敌方持有冷兵器。就凭你们，也想拿我的命？身手不错，难怪林少花3000万买你一条腿。顾特助，断腿还是没命，自己选吧。触发商业洞察，目标林氏财阀高级清道夫毒蛇。林天纵只给你3000万，
毒蛇，你替他干了这么多脏活，林氏就是这么打发叫花子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不光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女儿在瑞士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费3天前就已经欠费停药了。林天纵那个疯子只把你当成用完就扔的气组，他根本没打算给你结尾款，因为你一旦在这里动手，你就是替罪羊，林氏会连你女儿一起灭口。这里是8000万，5000万救你女儿，3000万买林天纵在东南亚那条走私线的账本，拿了钱带着你女儿消失，或者现在就动手，然后下去陪她，自己选。顾总，林氏那个暗账的网盘密码我会发到您的邮箱，您自己小心。林家，你的底裤马上就要被我扒光了。这就是林氏在东南亚的走私账本，你从哪里弄来的？从一个本来要杀我的杀手手里买的。杀手？你受伤没有？林天纵他竟然真的下死手！别怕，一条林天纵养的流浪狗而已。婉儿，有了这本账，明天一早我要让林氏的股价跌穿地心。各位，顾廷烨死了，顾氏现在就是个空壳。那个不知死活的新特助，昨晚也已经被我清理。今天的商会重组，顾氏名下的城东新区开发权理应由我们林氏接管。是那个废物！林少看到我，似乎很惊讶。怎么，在等地下车库传来的捷报？顾特助命挺硬，不过商场不比拳脚。昨晚，今天城东新区的项目，顾氏必须吐出来。林天纵，你是不是对现在的局势有什么误解？林少，看看这个是什么？混蛋，哪来的？林总，别叫你们大声了，耳朵很聒噪。昨晚我用顾氏的全部现金流开了50倍杠杆。不仅如此，我把这份洗钱账本连同林氏虚假质押的底稿发给了华尔街4大股东机构。大少爷，疯了，全疯了！国际资金在疯狂做空我们。我们设在开曼群岛的3个资金池，因为涉嫌跨国洗钱，被国际反洗钱中心紧急冻结了。我们的股票跌停了，千亿市值1小时蒸发了1半。混蛋，畜生！你他妈敢给我做绝！废话不多说，滚回去告诉林震，洗干净脖子等着。这是顾廷烨向你们收的一点利息。爸，出事了，商会换届，我们输了。慌什么？输给苏婉那个寡妇，还是输给那几个见风使舵的老狐狸？是那个顾寒，他不仅把我们在海外的账本交给了沽空机构，导致林市值蒸发了500亿。他500亿！你让他一个特助当着你的面割了林氏500亿的肉！爸，那个顾寒不对劲，他临走前在我耳边说这是顾廷烨向我们收的一点利息。装神弄鬼，胡说八道！可是他的眼神，还有他做空的手法，真的跟顾廷烨一模一样。顾廷烨早就死了，当初车祸是我亲自派人收的尾，他被烧成了一块焦炭，是我亲眼看着送进焚化炉的。死人是不可能回来的，这一定是苏婉那个贱人设下的心理战。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那本账要是真的被查到底，通知下去，启动沉船计划，把东南亚所有的空壳公司全部注销。至于那个顾寒，他不是想当顾廷烨吗？那我就让他知道，死人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地下。虚情引位，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看着他被挫骨扬灰。我要让苏婉知道，顾廷烨能死第1次，他的这个替身就能死第2次。林震一定会怀疑你的身份。他不是怀疑，他是恐惧，恐惧那个被他亲手推入地狱的人会爬出来索命。接下来的这一局，林震会动用林家所有的底蕴。婉儿，你怕吗？死过一次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廷烨，刚才在露台，我看着你的背影，真的好怕，怕这一切只是我做的一场梦。不是梦，我费尽千辛万路从地狱爬回来，就是为了陪你。
宿主至尊涅槃能量消耗殆尽，当前商业掠夺积分不足以维持人身完整度，身体结构崩解开始。等一下，再给我10分钟，就10分钟。系统规则不可逆转，倒计时3、2。庭叶，你的皮肤怎么？我快睡。庭叶，庭叶。警告：声带功能已随肉身崩解离线，积分不足，无法开启通灵传音。变回来了。所以，你到底算什么？是庭叶留下的鬼魂，还是我给自己编的一个梦？怎么会？林氏的账本已经公开了，为什么大盘还在涨？他们动作太快了，我守不住，我根本守不住故事。冷静，婉儿，看屏幕左下角的交易代码，那是林震在给自己对冲。标题战控激活，剩余能量3发水弹。这是林震的私人离岸金库。他在用自己的黑钱给自己拉升股价。当对手开始疯狂吃进自己的烂股时，就是他最后一次把脖子露出来的时候。既然你想玩火自焚，那我就加最后一把柴。庭叶，不管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既然你还没放弃，我也绝对不会认输。庭叶，你说我是不是疯了？刚才那一剑按下去，故事剩下的那点家底儿全被我砸进去了。林震那老狐狸肯定在笑话我吧？一个连财报都差点看不懂的女人，居然想在股市上狙击他，我真的快撑不住了。婉儿，别怀疑自己，你刚才那一手切入点找的绝了。林震现在肯定急着调集资金回防，他后方肯定空了。警告：宿主情绪波动过大，当前剩余能量仅够维持最后一次流体掌控。够了，只要能让他看到那个东西，一次就够。哟，嫂子还没睡呢，盯着那跌停板看是不是挺扎心的？听弟弟一句劝，趁早签了转让协议，还能留点钱给顾廷烨烧纸。林天纵，天还没亮呢，你就开始做白日梦了。谁输谁赢，开盘见。这是傻瓜，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就设这种密码？原来在这儿等着呢。林震，你以为有欧洲能源巨头撑腰就稳了？如果你的资金来源全是赌场的黑钱，你看谁还敢保你？庭烨，谢谢，接下来的硬仗交给我。通知法务和公关部，10分钟后开直播，我要送林家一份大礼。苏总，董事会说了，鉴于现在的舆论，您暂时不方便进入。故事还没改姓林，你要是想当林家的狗，现在就滚去林氏大楼门口守着，别在这儿挡老娘的路。苏总，林氏的公关部正在买断热搜，我们的号都被封了几个了。去，用我个人的实名账号开直播，名字就叫故事遗孀，在线请林老先生还钱。各位，今天不谈生意，我就想请问林震老先生一句，您那所谓的欧洲能源千亿投资，是不是从东南亚云顶地下赌场的洗钱池里捞出来的？看清楚了，这是林大少爷林天纵上个月在公海签的协议，每一笔钱都带着赌徒的血。
这视频怎么会在他手里？那是毒蛇负责销毁的。蠢货，那是顾廷烨的保命符。林总，股价崩了！刚才那个欧洲投资方发声明了，要撤资审。廷烨，你看，我们赢了。苏婉，你这个贱人！老子今天弄死你，就当是给那几百亿抵命了。林天纵，你除了会这点下三滥的手段，还会什么？系统，给我能量，哪怕是一次也好，老子要废了这个畜生！去死吧！廷烨，鱼呢？林大少，胆子不小啊！鬼，你从哪出来的？你是顾廷烨，你没死，你是人是鬼？我是人是鬼，你没必要知道，我只知道你欺负苏婉，我要让你偿命！保镖，死哪儿去了？给我废了他！林震教过你商战，但他没教过你怎么跟死人打交道，对吗？带着你们的主人滚！变回来了。婉儿，我是……警告：肉身维持时间剩余60秒，能量告急。你的手，热那廷烨，你快去水里！没时间了，婉儿，帮我守住那张内存卡。没死，他没死，他从水里爬出来，湿漉漉的，全是血。顾廷烨，你别过来！你是鬼，你变成鱼又变成鬼了！别掐我脖子！给我清醒一点！你是我林震的儿子，被一个替身吓成这副德行！爸，那不是替身，我亲眼看见他从花瓶里炸出来，他不是人，他是鬼。老爷，外面都在传，顾氏那个特助顾寒确实邪门得很，管他是鬼还是妖，只要是血肉之躯，就得给我趴下！去找那个叫明鸦，既然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林天纵疯了，外面都在传是你显灵，林震现在的处境很难看。可是廷烨，你刚才变回来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很怕下次你撑不住。为什么我的能量消耗会突然翻倍？警告：由于宿主强行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非自然变形，补救措施必须在48小时内穿至林氏旗下的一家百亿级核心子公司，利用商业气运抵消法则压制。100亿级，逗我呢！苏总，不好了，我们的内网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林震那边放出了假消息，说顾总生前在开曼群岛有巨额逃税，现在审计部门已经上门了。什么？他再反咬一口！苏婉，这只是第一步，我要让你看着顾廷烨在死后被钉在耻辱柱上，然后再把你送下去陪他，开始毁灭计划，把顾氏账面上的所有活动资金全部抹除。林震这个老狐狸，不仅派了审计组，还找黑客强行黑进了我们的物理监控网，他们是想看着我崩溃。明鸦，业内排名前3的黑客。警告：系统启动资本掠夺。既然他把数据送上门，那我就把他的后门一起买下来。林老，顾氏的防火墙虽然是顶级的，但在我明鸦的深渊病毒面前，也就是一层纸。还有1分钟，他们账面上的500亿流动资金就会变成一堆乱码。好，我要让苏婉知道，顾廷烨就算能变成鬼，也护不住顾氏的基业。我要他跪着来求我。苏总，接到实名举报，顾氏在海外有巨额逃税漏税行为，请立刻交出服务器机房的物理密钥，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断电封存措施。强制断电？赵组长，顾氏每秒分钟的交易额高达数百万，没有法院的正式冻结令，你敢动我一根网线，我顾氏的法务部会告到你倾家荡产。苏婉，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系统结算。应消耗500点商业积分，开启万物皆可商数据反噬。已成功截获明鸦的攻击数据关，正在将其转换为印象特洛伊木马，
传输开始。不可能，这不可能！对方顺着我的攻击路径反向入侵了，他们在抽干我服务器里的底层数据。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赶紧切断电源！切不断，林老完了。赵组长，你要的逃税证据在这里，不过这上面写的是林氏财阀的名字。这怎么可能？林震贼喊捉贼，派你们来砸我的场子，现在证据确凿，你们是打算留下来喝茶，还是立刻滚回林氏去查那只老狐狸？廷烨，今天这一仗我们打赢了，林氏的丑闻全网曝光，林震现在大概已经焦头烂额，可是你变回人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知道你每次帮我都在透支你自己，廷烨，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救你？系统，我的能量濒临枯竭，如果不解决法则压制，我还能撑多久？警告：宿主灵魂极度不稳，预计72小时后将彻底消散。唯一解法，必须在现实内吞噬林氏下价值100亿的林氏航运，剥夺其商业气运，方可重铸肉身法则。好，那就把林震的命根子拔了。廷烨，你干什么？别撞了！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消耗仅存的50点能量，强行激活初级生态模拟，限时5秒。买林氏航运。廷烨，你能说话了，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我明白了，林氏航运是吧？廷烨，你撑住，天一亮我就把他抢过来给你续命。总部抽调100亿现金，给我死死护住林氏航运的大盘，这是我们的命脉。把顾氏名下所有非核心资产全部抵押，加200亿杠杆，不计代价，给我把林氏航运的股价砸穿地心。林震，你在开克群岛的资金池已经被冻结了，你拿什么跟我砸？苏总，林氏的资金链断了，他们爆仓了，我们以极低的价格拿到了林氏航运51%的绝对控股权。丁，恭喜宿主成功吞并100亿核心资产林氏航运，商业气运剥夺成功，已成功抵消法则压制，奖励完美人身固化、永久及高阶声带重塑。丁，商业气运剥夺成功，肉身法则已永久固化。廷烨，你不会再变回去了，对吗？永远不会了，婉儿，我彻底回来了。100亿的护盘资金，半个小时就被人打穿了。林氏航运的控股权被顾家抢走了。你们一群拿着千万年薪的操盘手是吃长大的吗？去把华尔街那几家对冲基金的钱提出来，立刻填补航运的亏空。他回来了，是他在操盘。顾廷烨那个鬼回来了。废物！林氏航运是我们洗钱的唯一通道，现在航线落到苏婉手里，海外那700亿的黑钱就成了死水。顾家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特助顾寒是个疯子，请再给我3天时间。没有3天了，老板说了，既然你守不住港口，那就拿林氏整个财阀的信誉去赌。明晚顾氏要举办城东新区的剪彩晚宴，我们已经在外顾氏核心项目地质塌陷的绝密假报告。顾寒、苏婉，这次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刚才我真的怕我一眨眼，你又变回那个小花瓶里的样子。这几天，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冲锋见战，受委屈了。以后有我。怎么了？林震那条老狗竟然在海外伪造了顾氏的实业报告，他要在明晚的剪彩晚宴上赶着投胎。明晚我就送整个林家出殡。廷烨，明晚的晚宴如果被他当众发难，我们是不是该暂缓剪彩？暂缓。城东新区是顾氏今年最大的实业盘，只要我们露出一丝惬意，资本就会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把我们撕碎。林正想在聚光灯下玩阴的，那我就给他搭个戏台。那你打算怎么破他这个千亿对赌的局？他想用一份假报告毁掉顾氏的信誉，那我就亲自送他一份更刺激的大礼。婉儿，晚宴照常进行，不仅要办，还要大办，把全燕京有头有脸的媒体和4大投行的总裁全请来。苏总，城东新区这么大的盘子，顾氏刚缓过情来，吞得下吗？听说这地底下可不太干净。别浪费心了，顾氏胃口好得很，与其担心这个，不如找个好医生看看你那儿子。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先担心你们顾氏。各位，在苏总剪彩之前，我林氏作为燕京商会的主席，有义务向大家公布一项关乎上百亿投资安全的绝密报告。根据国际最权威的勘察报告，顾氏开发的城东新区，其地下土壤重金属严重超标，且存在巨大的地层沉降风险，这是一片根本无法建设的毒地。李老先生，您的意思是顾氏集团在进行商业欺诈吗？如果在城东新区的投资，岂不是全打了水漂？苏婉，你为了圈钱，竟然隐瞒这么重大的地质缺陷。今天我代表燕京商会，正式向你提出1000亿对赌强制清算。我要你立刻将顾氏名下的所有资产抵押还债。林老先生，你别来无恙啊！既然你这么喜欢看报告，不如来看看这份
顾特助，这大屏幕上显示的是林氏财阀的离岸资金池吗？为什么显示已经被强行清盘？假的，这全是你伪造的数据。顾寒，你敢在公开场合诽谤林氏，我要告到你牢底坐穿！诽谤？林震，这份文件是国际地质勘探署驻亚洲区总裁亲自签刷的声明。声明中明确指出，你刚才展示的那份毒地报告是你花了5000万美金买通其内部人员伪造的。而你之所以这么急着做空故事，是因为你把林氏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押注在了海外的期货上。可惜你不知道，全球血钻期货的底盘已经被我顾氏全面接管。林震，你竟然拿我们的钱去赌非法的血钻期货，把钱还给我们！我就是一颗没死，顾廷烨回来报仇了，林家完了，全完了。你不是顾寒，这种断子绝孙、赶尽杀绝的做局手法，你是顾……你送我的那场车祸很暖和，现在该你下去体验一下了。林震，你涉嫌商业欺诈、操纵国际期货市场及洗钱，请跟我们走一趟。各位，插曲结束。现在我宣布，顾氏城东新区项目正式启动。廷烨，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没事，今晚酒喝的有点急，胃不太舒服。你先上车。系统，立刻给我解释，林氏已经破产，气运已经被我吞噬，为什么我还会发生异变？检测到林震背后的庞大资金链并未完全断裂，导致宿主剥夺的商业气运并不完整。老板，林震在看守所里想见您一面，他说他还有价值。价值？连顾氏的一个死人都斗不过，还把我们在东南亚布局了10年的暗线给折了。这种废物留着也是浪费空气，让他今晚在看守所里体面的心脏病发作吧。是老板，那顾家那边怎么处理？那个叫顾寒的特助手段太诡异了。顾寒，这双眼睛，这股吃人不吐骨头的狠劲，太像了。这种人才就该做我手里最利的刀。廷烨，林震死了，怎么会这么巧？他昨天在台上骂人的时候，明明还中气十足。杀人灭口，林震不过是个推出来的傀儡。他背后真正的主子怕他咬出更多东西，直接切断了线索。那我们岂不是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暗处，在绝对的资本面前，没有真正的暗处。这3家公司在林氏爆包前的1小时内，同时以极低的价格疯狂吃进了林氏的优质散股，手法极其隐秘，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底细。林震背后的老板就在这3家公司的背后。婉儿，通知操盘部，明天开始，我要在这3家公司的底盘上放火。老板，我拍到了不得了的东西。这个顾寒，他好像不是人。老板，照片技术部见证过了，没有合成。那个顾寒的手腕上真的长出了类似鱼鳞的怪物组织。怪物？我看你们的脑子才是怪物，一种罕见的红斑狼疮或者的严重皮肤病变异而已，就吓得你们连商业逻辑都不顾。顾寒有这种恶心的皮肤病，帮他加把火，我要让整个燕京商圈把他当成瘟疫一样恶心。是老板，那接下来怎么安排？顾氏现在正盯着深海矿业咬呢。通知深海矿业的白总，明晚燕京有一场顶级的商贸慈善酒会，让白总牵头把苏婉和顾寒请过去。在酒会上，借着这身皮，彻底毁掉顾氏的股价和顾寒的威信。我要他社会性死亡。廷烨，你怎么了？廷烨，你的身体，你不是说已经彻底变回来了吗？为什么又长出这些东西？别怕，一会儿就好了。由于林氏背后财阀强行切断资产溯源，宿主需消耗极其庞大的商业掠夺气运，若无法维持宿主，将永久退化为鱼类。背后的老板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断了林氏的根。那怎么办？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公司扩张太快，你太累了？如果撑不住，我们就不斗了好吗？我只要你好好活着。退一步就是死无全身。我现在的状态，只有吞掉林氏背后那个神秘人更大的产业，才能彻底稳住。明晚的商贸酒会，深海矿业的白总会去，只要在酒会上当众做空他，我就能彻底好起来。婉儿，信我。今天大瓜顾氏集团新为特助顾寒，疑患有极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未知基因变异病，浑身长满恶性红斑，顾氏恐成毒源。想用舆论逼死我，白胖子，今晚我先送你上路。顾特助，请问网传您患有高危传染性基因病是真的吗？苏总，顾氏将一个带有烈性病毒的人放在高管位置，是对全体员工和投资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吗？在这里等我。顾特助，您为什么戴着手套和创可贴？是不敢让大家看看您那张长满鱼鳞状恶疮的皮吗？您这种带毒的人就不该出现在公共场合。
想看？临时消耗3000点商业积分，开启表皮光学伪装，限时1小时。我不知道你们是收了谁的黑钱，拿几张 AI 合成的劣质图片就想做空故事的股价。明天一早，故事法务部会口诉在场所有造谣的媒体，请那些图谋不轨的记者做好准备。白胖子，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的舆论战，人家当众脱衣服打你的脸。沈少，我也不知道他这手是怎么回事。老板那边，老板让我来，就是因为你是个只会玩嘴炮的废物。对付这种装神弄鬼的人，既然他这层皮没病，那就让他未婚妻惹点病出来。明白，沈少。哎呀，这不是苏总和顾特主吗？刚才在外面那一手危机公关真是漂亮。我是星耀传媒的沈浪。苏总，既然顾特主身体健康，那家就都是朋友。这杯酒我敬苏总，也算是为刚才的误会赔罪。苏总不会不给沈某这个面子吧？沈少既然这么喜欢赔罪，这杯酒你自己喝。你他妈干什么？放开老子！来人，打人了！你个疯狗，你敢灌我！沈少，既然端了这杯酒，就得有喝下去的觉悟。故事的人，也是你能用脏眼看的。沈少，你没事吧？顾寒，你太猖狂了！好热！天哪！星耀传媒的太子爷疯了吗？这是吃了什么脏东西啊？大新闻：星耀传媒沈浪疑似在慈善酒会聚众嗑药发疯。顾特助好手段，不过沈浪这种没脑子的废物，废了也就废了。老板派他来，本来就是当弃子的。白总，你什么意思？苏总，你们顾氏这网上的舆论，又为了防备我深海矿业，今天开盘时是不是动用了顾氏在开曼群岛的那笔30亿备用金来护盘你们的实体项目？继续。顾特助，你们上当了。沈浪刚才在外面挑衅，就是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力。那30亿的资金，在经过瑞士中转行的时候，被我们老板部下的壳公司直接拦截了。不仅如此，我们在你们资金留下的后门里植入了一笔有毒的烂账。现在顾氏的账面突然多出了一笔来自国际通缉组织的恐怖融资，只要我一个电话，国安局的人10分钟内就会封锁整个顾氏大厦。顾特助，苏总，我们老板很欣赏你们，签了这份协议，把顾氏70%的股权和林氏航运的控制权无偿转让给深海矿业，我立刻撤销那笔烂账，用一个顾氏换你们俩的命。很划算吧？白胖子，你装了一晚上的聪明人，怎么到最后还是这么蠢？你以为只有你们会留后手吗？白总，谢谢你打开了深海矿业的后台防火墙，现在你的钱归我了。不，这不可能！我们的防火墙是军用级别的，你那30亿怎么可能带有追踪木马？再坚固的城墙也防不住从内部打开城门的人。白总，你太贪了。那30亿不过是诱饵，当你的系统贪婪将其吞入核心资金盘的那一刻，木马就已经接管了你的底层协议。快通知技术部把电源拔了，断网！快！晚了，这套贪婪之吻病毒一旦激活自毁程序，你们不仅会失去资金，连深海矿业所有的地客资料、商业机密都会被自动操作给你们的竞争对手。晚了，白总，你的深海矿业完了。顾特助，顾爷爷，我错了，我把顾氏的钱原路退回，求求你高抬贵手，停止筹资。老板如果知道我把资金池弄炸了，他会扒了我的皮的！废物！深海矿业核心资金池已被抽干，检测到该企业面临不可逆破产。恭喜宿主完成100亿级商业掠夺，奖励商业积分8万点。当前积分已足以彻底修复肉身基因链，永久免疫磷化排异反应。修复程序启动中。婉儿，我没事了，彻底没事了。白建国，你涉嫌大规模洗钱及非法外汇交易，国际刑警已下发红色通缉令，带走。老板，救我！老板，救我呀！戏看完了，我们回家。老板，深海矿业的盘子彻底崩了。白建国在看守所里嘴很严，什么都没交代。但我们在开幕群岛的资金池被顾氏抽走了80亿。哼，蠢货！你以为顾寒赢的是那80亿吗？他赢的是整个燕京商圈对顾氏的敬畏。看这个动作，遇到危机时不自觉地用中指推眼镜中梁，反杀成功后左手会下意识地摩擦袖扣。看，3年前的顾廷烨一模一样的小动作。老板，您的意思是顾寒在刻意模仿顾廷烨，为了稳住顾氏的军心？模仿？那是刻进骨子里的肌肉记忆。这世上能在1秒钟内做出截留30亿资金决断的疯子，只有顾廷烨。能把贪婪之吻这种顶级木马伪装成诱饵去炸毁深海矿业后台的暴君，也只有顾廷烨。那场车祸他根本没死，他换了一张脸，换了一个身份，像个幽灵一样回来了。顾廷烨没死，
可是当年那具烧焦的尸体 ，DNA 比对明明是……难怪林震那个废物会一败涂地，难怪白建国会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的根本不是什么特助，而是那个曾经把燕京商界踩在脚底下的修罗。去查他手腕上那些该死的红斑到底是什么。庭叶，你看起来好多了，真的彻底稳定了吗？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太好了，林震死了，白建国进去了，顾氏的股价今天一字板涨停，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喘口气，不婉儿，林震和白建国不过是几条看门狗，真正的主人才刚刚苏醒。好久不见啊，庭叶！借尸还魂的戏码玩得开心吗？好久不见啊，庭叶！借尸还魂的戏码玩得开心吗？借尸还魂。阁下这通骚扰电话打错地方了吧？我是顾氏特助顾寒。顾寒，好名字。不过庭叶，你连敲桌子两短一停的习惯都没改，在我面前装特助，是不是有点侮辱我的智商了？怎么，当年被我逼得像条丧家犬一样跑出燕京，现在连自己的原声都不敢用了？顾庭叶，你还是这么自大？你以为你赢了林震和白胖子就赢了全局吗？他们不过是我扔给你的2根骨头，试试你这只借尸还魂的恶犬牙齿还利不利，是吗？2根骨头赔进去林氏1000亿的盘子，我真替你背后的那些国际投资人感到心痛。庭叶，你别得意太早。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变态的克隆技术换了这张脸回来，但你以为顾氏的墙角就真的滴水不漏吗？你为了吞并深海矿业，强行抽调了顾氏所有的海外备用金，现在顾氏内部的现金流就是个空壳子吧？现金流是不是空壳？你大可以砸盘试试。不过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的，整个燕京我只能想起一个人，沈潇。当年你假死出狱，没想到今天又主动把脖子洗干净送上门了。顾庭叶，你别太猖狂，这次我要让你和苏婉死无全尸。庭叶，真的是他，那个5年前被你整垮的沈潇。除了这条喜欢吃腐肉的毒蛇，没人会这么了解顾氏的地盘。通知全排，准备迎战。林震和白总的倒台，只是清理了外围的杂碎。5年前那个被我们踩在脚底的沈氏，也就是现在的神秘财团 X， 已经正式向我们宣战了。沈潇，他不是已经死在监狱里了吗？地狱的门没关紧，让他爬出来了。既然他敢回来，那我们就再送他一程。从现在起，顾氏进入1级战备状态，投资部立刻抛售顾氏在海外所有非核心板块的股票。48小时内，我要看到1000亿现金回流到顾氏的总账户。顾特助，强制抛售会造成至少10个点的亏损。没有足够的现金流，他的天量资金砸下来，顾氏连1个小时都撑不住。按顾特助说的做，执行。把顾氏跟沈氏以前有关联的皮包公司所有合同的一个标点字后都给我抠出来。沈潇肯定会利用旧账做文章，找出法律漏洞，提前封死。买断国内前10的财经媒体版面，发布顾氏1000亿现金回流的消息。我要让整个市场知道，顾氏现在的资金比国库还要充足，稳定股民信心。老板，顾寒疯了，他竟然在割肉套现。顾氏账面上的现金流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膨胀，我们原本准备狙击他们资金链的计划，恐怕行不通了。不愧是顾廷岳教出来的人，甚至可能就是他本人。壁虎断尾，反应够快。既然强攻打不破他们的乌龟课，那就从内部瓦解。顾氏的那个城东新区项目马上就要打地基了吧？是的，明天一早，顾氏就会举行第1产的动土仪式。去，安排我们的人，我要在他们打第1产的时候送他们一份地下大礼。宿主当前现金流充足，商业防御壁垒已充能至100%。警告：检测到敌方极有可能在城东新区物理层面制造极端破坏，请宿主提前防范。沈潇，5年前我能断你双手，今天我就能捏碎你的脊梁。城东新区，你敢来，我就敢埋。庭叶，我右眼皮一直跳，昨晚安保全范围排查了3次，没发现爆炸物。沈潇到底想干什么？没有炸药，不代表地下是干净的。待会儿你退后半步。顾廷烨，你防得了炸弹，防得了天灾吗？土拨鼠，
第一铲准备好了吗？老板，文物已经埋在主铲位下方3米处，只要一挖出来，我就立刻引爆。吉时已到，请顾氏集团总裁苏婉女士为城东新区落下第一铲。系统扫描地下3米。丁，深度透视开启，地下3米处发现大量经过特殊伪装的高放射性有毒废料及被破坏的地下承重水脉。顾寒，拦住他！地震了！地下有毒气，快跑！顾特助，刚才是怎么回事？地下好像有东西。没什么，只是一只别人养的狗，带了点毒炸药，想在这个吉利的日子给顾氏添点彩头罢了。不可能！水脉明明已经炸了，毒水为什么没出来？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顾特助，他说这地下有毒水，这是真的吗？顾氏开发的城东新区难道真的是块毒地？既然这位朋友说地下有毒水，那我们就现场验证一下。来人，开挖掘机，当着全燕京媒体的面给我往下挖3米。顾寒，你疯了！万一……信我，系统消耗商业积分，开启物质置换，把地下那批有毒废料和林氏大厦底下的下水道垃圾给我全盘互换。丁，目标体积过大，消耗8万点商业积分，万物皆可商物质置换已完成。看清楚了，这就是他说的毒水。城东新区的地下是燕京最优质的水源保护藏。太可恶了！这绝对是恶性商业竞争！是谁派他来故意抹黑顾氏的？不可能！我亲自安排人埋下去的高辐射废料和炸药呢，怎么会变成清水？老板，不好了！我们大楼底下的粪粪池突然爆炸了，而且喷出来的污水里检测到了极高浓度的化学剧毒废料，环保署和防化部队已经把我们的大楼包围了。顾廷烨，你这个疯子！不可能！我明明埋了5吨的化学废料，我明明按了引爆器，你会妖术？把你的疯话留给警察说吧。把他移交经侦大队，就说他涉嫌投放危险物质和恶性商业诽谤。顾特助，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早就察觉到了危险？苏总，是城东新区的预售，什么启动？各位，顾氏行得正，坐得直。今天的插曲只会证明城东新区的地质堪比黄金。预售将在今晚8点准时开启。廷烨，你怎么了？婉儿，我上车，我上车。快！清场，备车，回别墅，快！廷烨，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说吞了林氏合约就没事了吗？警告：速度连续烧冰使用，流体掌控与物质置换，灵魂负荷超过120%，商业积分枯竭，若深固化协议遭到毁灭性破坏，正在紧急降级，预计10分钟后退化为鱼类形态。别哭，回复时间12小时。今天这一仗我们赢了，沈潇现在肯定比我更惨。每次你变成人都是在拿命换吗？不，我只是需要睡一会儿。顾廷烨，你敢阴我？你敢把剧毒倒在我的地盘上？通知海外董事会启动0号预案！我要让顾氏的资金链在一夜之间彻底断裂！我要他苏婉跪着来求我解药！廷烨，你好好睡。以前都是你护着我，这次换我来守住顾氏。苏总，沈潇疯了！他启动的0号预案是联合了海外3家主权基金，直接切断了我们顾氏所有海外贸易的信用证。如此，他们买通了国际航运协会，
以深海扩产带来的连带风险为由，扣押了我们刚刚收购的林氏航运的30艘超级货轮。苏总，如果明晚之前我们交不出200亿美金的保证金，那些货轮将被强制拍卖，故事的资金链会彻底断裂，直接面临破产清算。200亿美金，他沈潇想一口吞下故事也不怕撑死。传我命令，把故事名下所有在国内的非核心资产全部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连夜抛售套现。苏总，这会让外界以为我们故事不行了，股价会雪崩的。割肉是为了保命，今晚我要看到账面上有150亿美金的活钱。老板，故事在疯狂抛售国内资产，他们在割肉。苏婉这个寡妇终究是没见过世面，割肉套现，她套的每一分钱，最后都会填进我0号预案的无底洞里。继续施压，让国际航运协会放出风声，故事的船涉嫌走私违禁品，把保证金的门槛再给我提高50亿美金，我要彻底压死他们。还差50亿，能借的银行都借遍了，能卖的资产也全卖了。沈潇，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丁，宿主强制苏醒，透支生命本源，开启终极逆袭模块。这是，我明白了，这是沈潇用来做空故事的诱饵账户。停业，你是想让我？沈潇，你想吞我的船，那我就炸了你的大本营，立刻停筹集保证金，把我们手里的150亿美金加上100倍杠杆，全部砸向屏幕上这个账户，我要爆沈潇的套。苏婉筹到多少钱了？老板，故事变卖了所有非核心资产，勉强凑到了150亿美金，但刚才国际航运协会把保证金提高到了250亿，他们现在是个死局，1分钱都凑不出来了。顾廷烨啊，顾廷烨，你交出来的人头头倒是硬，可惜脑子蠢。等收绑就把那30艘货轮低价吃尽，彻底断了故事的命。老板，不好了！慌什么？我们用来做空故事的海外主控诱饵账户突然遭到了毁灭性的资金冲击。谁干的？华尔街那几家对冲基金不是被我们稳住了吗？是故事没有筹到的150亿美金取消保证金，而是开了100倍杠杆，全部砸在了我们的主控账户上。他要爆我们的仓！疯子！他不要故事的命了吗？护盘！把我们准备吞并故事的资金全部调归护盘，绝不能让主控账户爆仓，否则我们整个 X 财团的连带杠杆全都会被强制清算。挡不住啊，老板，他的攻势太猛了，就像是当年顾廷烨的操盘手法一样，完全是不计后果的自杀式袭击。苏总，沈潇调集了全部后备资金，在死守那个账户，我们的150亿快打光了。继续砸！他沈潇怕爆仓，我不怕。今天就算故事破产，我也要拉着整个 X 财团陪葬。给我把杠杆拉到极致！要钱，去借高利贷，给我顶住！砸，一分不留！给我把他的底盘击穿！老板，爆仓了，我们的诱饵账户被彻底击穿，引发了连环强平。X 财团名下所有的流动之间瞬间蒸发了800亿美金，我们破产了。不，顾廷烨，你死了都不放过我！廷烨，我们做到了。廷烨，我们赢了，沈潇的资金链断了，那30艘货轮保住了。廷烨，醒醒，我们安全了，你不用再这么拼命。丁，恭喜宿主，配偶苏婉以150亿博弈800亿，成功完成史诗级商业绞杀，掠夺 X 财团核心气运成功，奖励商业积分已达法旨，终极隐藏模块因果重塑激活，次阶段碎形态脑部清点，正在消耗10万积分，将宿者灵魂与当量躯壳进行100%永久融合。婉儿，我来找你了。廷烨，不，你怎么了？你骗我！你不是说只要赢了就能一直陪着我吗？你又丢下我一个人。廷烨，你以后没有鱼了，婉儿，我彻底活过来了。那10万积分买断了诅咒，从今往后，老子就是顾寒，也是你的顾廷烨，谁也别想再把我们分开。沈毛，5年前没杀你是我仁慈，今天我亲自送你上路。顾廷烨，你敢拦我？我已经把我在瑞士的30个亿转到了信托基金，今天要是动我，这笔钱立刻会变成悬赏你人头的暗花。30个亿，沈潇，你是不是在地下待太久，连网都不会上了？你的瑞士信托在10分钟前已经被国际反解监中心全面冻结，你现在连买个骨灰盒的钱都刷不出来。不可能，瑞士银行是绝对保密的，你怎么可能查得到？你忘了我是怎么把你送进监狱的？5年前的手段，我今天照样能玩死你。
杀你脏了我的手，在里面好好享受你的下半辈子。没有鱼鳞，没有变冷，也不会突然消失。庭叶，我终于不用每天提心吊胆了。系统已经彻底抹除了副作用，以后就算你让我心跳到200迈，我也只会是个好好爱你的男人。你要砸了他，他毕竟保护了我们那么久。那段藏在水里，连话都不能跟你说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无能的。过去的顾廷言死在车祸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顾氏集团总裁顾寒。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困在瓶子里。沈敖这个蠢货，不仅把我们在燕京的盘子砸了，还白白送了顾氏近1000亿的资金。维克多先生，那个叫顾寒的特助非常棘手，他做空深海矿业的手法，甚至比最疯狂的操盘手还要激进。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暂避。东方有句古话叫肥肉既然露出来了，就没有不吃的道理。顾氏现在手里握着林氏的航运和城东新区的矿脉，市值已经膨胀到了我们无法忽视的地步。启动海啸计划，我要让华尔街的游资在半个月内把这头新生的巨龙撕成碎片。各位媒体朋友，过去的1周，顾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风暴，但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涅槃。今天我在此正式宣布，我将卸任顾氏集团代理总裁一职，而接替我成为顾氏集团新任全权总裁的是带领我们打赢这场1000亿级反击战的功臣顾寒先生。顾总，您之前只是苏总的特别助理，并没有任何深厚的财足背景。如今接执掌市值破万亿的顾氏，请问您凭什么让股东和虎民信服？凭什么？就凭我用1个星期的时间，林氏财足破产，让深海矿业易主，让顾氏的账面上多出了2000亿的现金流。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来征求你们同意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维克多先生，我到了。这个叫顾寒的男人长得确实对我的胃口，可惜太狂了点。爷，别大意，启动海啸计划。今晚收盘前，我要看到顾氏的护城河被撕开第1条口子。放心吧，老板，在华尔街还没有我吃不下的猎物。顾总裁，刚才在台上那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真是把那帮老股东吓得腿都软了。不给他们下点猛药，他们怎么知道这栋大楼现在谁说了算？警告！检测到极其庞大的海外游资正在疯狂做空顾氏旗下3大核心板块，资金体量3000亿美金级别，对方正在使用高频量化交易进行无差别绞杀。怎么回事？林震明明已经进去了，谁还有这么庞大的资金体量？顾总，自我介绍一下，华尔街量子基金亚洲区执行总裁叶青。顾氏现在的盘子太大了，城东新区和林氏航运这2块肥肉，你们顾家这副好牙杵怕是吞不下。这份是资产接管协议，只要你签了字，以低于市价60%的价格转让，我们立刻停止在2级市场上的组，否则10分钟内顾氏的1000亿市值就会灰飞烟灭。顾寒，你疯了吗？你这是在拿顾氏陪葬！回去告诉你背后的美国祖宗，5年前在华尔街这套破烂代码就是我顾氏玩剩下的，让他自己洗干净脖子滚到燕京来。你这种级别的传声器，只配给我顾氏擦鞋。顾特助，逞口舌之快救不了顾氏。我老板这套雷神之锤升级了5年，它的运算速度是你们顾氏主机的10倍，还有3分钟，顾氏名下的3大核心重仓股就会跌穿强制线。准备好迎接清算吧，我会亲自来接手你们的办公大楼。庭叶，我们的操盘室快顶不住了，海外的卖单像海啸一样，资金池马上就要见底了。顾总，不行了，对方的算法太霸道了，我们的人工挂单根本跟不上他们的抛售速度，再这样下去，2分钟后全线爆仓。人工跟不上，那就用机器跟。系统接入顾氏底层防御网，把雷神之锤当年被我打出来的3个系统级漏洞给我全方位激活。正在生成逆向反击代码达摩克利斯之剑。所有操盘手停止挂单防御，把顾氏账面上最后的300亿现金全部转入通道。顾总，停止防御就等于是敞开大门让他们杀呀！没错，我不开门，怎么把他们这3000亿的贪婪资金一网打尽？放！叶小姐，顾氏放弃抵抗了，他们的买盘彻底消失了。不自量力，这就是惹怒华尔街巨鳄的下场。通知后台，启动最终清扫程序，把顾氏的底仓全部给我吃掉。老板，不好了，我们的雷神之锤失控了！你在胡说什么？顾氏的底仓里藏着一个极其恐怖的逆向病毒，它顺着我们的收购协议直接黑进了我们的主板，它在篡改我们的买入指令，我们的3000被强制以高于市价10倍的价格疯狂买入顾氏散户抛出的垃圾股。涨了！顾总，对方的资金在高位接我们的盘，顾氏的股价直接拉出了一个逆天的大阳线，封在了涨停板上。维克多，5年前我能把你的雷神之锤打碎，今天我就能让它反噬你自己的心脏。这不可能，这是什么魔鬼算法？快给我切断电源，物理切断！叶小姐，老板来电，
说我们的亚洲资金池因为异常交易被证监会紧急熔断了，我们损失惨重。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是顾廷烨生前才用过的防守反击战术。那个叫顾寒的特助，他怎么可能会用这套绝密代码？老板，我们查了款的履历，一片空白，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而且他今天在发布会上说的那句话，简直就像是顾廷烨借尸还魂。顾廷烨，那个商业暴徒，难道那场车祸真的被他逃脱了？顾总，量子基金的叶青在楼下大堂说要求见您。他还敢来？狗被打了，总要回来看主人的脸色，让他上来。顾总，我是来代表维克多先生向您寻求和解的。和解？叶小姐昨天不是说要我把顾氏的办公大楼腾出来给你当接收处吗？怎么，华尔街不够你挥霍了？昨天的损失我们认栽。老板说了，只要顾总撤销在国际金融法庭上对我们恶意操纵股市的指控，量子基金愿意让出亚太地区30%的市场份额，作为对顾氏的补偿。回去告诉维克多那个老东西，这笔血债30%的市场份额可洗不干净。我要的是他量子基金的全部身家和他的命。滚！老板，顾寒不仅拒绝了和解，他还设了圈套，我们投入进去救市的200亿全部没了。200亿美金，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特助，竟然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当年哪怕是顾廷烨活着的时候，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吃我的本金。这个顾寒简直比顾廷烨还要疯！老板，顾氏现在的现金流太恐怖了，加上那套变态的反击代码，我们在明面的金融市场上根本打不过他。亚洲区的董事们已经开始弹劾您了。明面上打不过，那就玩地下的。在华尔街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通知黑水团队启动意外预案，悬赏1亿美金，制造一场完美的交通事故。顾寒既然能在顾氏一手遮天，苏安肯定是他的软肋。我要让他们知道，在资本的世界里，谁才是真正的神。苏总，后面有一辆重型沙土车，从市区开始就一直跟着我。这条路线重，他不该出现在这里。立刻通知总部的安保团队，全速通过前面的发夹湾。苏总，刹车失灵了，我们要被顶下去了。你警告：检测到配偶苏婉遭遇致命物理袭击，危险等级极度致命，位置锁定临海盘山公路14号发卡湾，预计30秒后坠海。维克多，你找死！直升机组，天台待命。顾总，今天有强对流天气，起飞极其危险。去他妈的天气！谁敢拦我，老子把他的局子拆了！起飞！消耗2万点商业积分，开启至尊体能过载模式。你是什么人？送你们老板下地狱的人。婉儿，手给我！婉儿，抓住我的手，快！没事了，婉儿，没事了。谁也带不走你。
去车里等我，我处理点垃圾。别杀我！是上面接的单，我们只是拿钱办事。维克多可真是，回去告诉黑水集团的亚洲区负责人，从今天起，你们在亚洲所有的地下走私网络离岸账户，故事全面接管，把他和这辆破车打包寄去华尔街。我要让维克多看看他的狗是怎么使。既然他把底线撕破了，那我们就没必要再跟他玩什么金融规矩。系统，接入华尔街量子基金的核心清算网络。消耗5万点商业积分，上帝之眼最高权限开启，已成功锁定维克多名下147个隐秘做多账户及关联杠杆资金池，总金额12000亿美金。通知所有海外财阀和对冲基金，今晚我要对维特的量子基金进行全球绞杀，谁敢是我故事的死敌，把故事的底仓全部弃空，2000亿美金给我把维克特的万亿大盘直接砸穿地心。不仅是亚洲区，欧洲、南美，甚至我们本土的，全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抛售攻击。维克多先生，黑水集团把那个司机就扔在我们大厦门口，而且刚才摩根和高尚等6家顶级投行同时宣布终止与我们的合作。6家投行全部撤资，他们怎么敢？顾寒，不，顾廷烨，你竟然敢黑进我的总部！维克多1亿美金的暗花就买了几辆破泥头车，你的格局还是和5年前一样小。顾廷烨，你别太嚣张！量子基金背后站着的是西方最古老的联盟，你以为凭你一个故事就能撼动我们吗？是吗？那你猜猜，为什么那6家顶级投行会突然跟你划清界限？因为我把你们量子基金利用雷神之锤套取他们核心客户数据，暗中做空盟友的底账，全部群传给了华尔街董事会。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从你感动苏婉的那一刻起，你在我眼里就已经是个死人了。距离纳斯达克收盘还有10分钟，维克多，欣赏一下你亲手建立的帝国是怎么化为灰烬的吧。维克多先生，你涉嫌大规模金融诈骗、雇凶谋杀，你有权保持沉默。结束了，林氏、神秒、维克多，所有伤害过故事的人都付出了代价。恭喜宿主成功剿灭国际顶级财阀，完成绝地逆袭主线，商业契约值已达巅峰，宿主将开启全新的全球霸主系列。结束不，婉儿，故事的版图才刚刚开始。苏总，外界一直传言，这位带领故事吞并量子基金亚洲盘的顾寒特助，其实是您为了稳住故事股价找来的一个长相酷似顾廷烨的傀儡。请问您对此作何解释？更有人说，顾特助的许多决策手法完全是在模仿死去的顾总，这算不算是对逝者的一种商业消费？看来各位媒体朋友对我的真实身份很好奇。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不是来解释什么的，只是通知各位，从今天起，顾寒这个名字在顾氏集团彻底注销。这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际顶级基因鉴定书、指纹及虹膜比对报告。我不需要模仿顾廷烨，因为我就是顾廷烨，那个在那场车祸里没死透，从地狱里爬出来，把那些想吃顾家绝户的杂碎一个个送下地狱的顾廷烨。婉儿，委屈你陪我演了这么久的戏，现在我以顾廷烨的真实身份，重新向你求婚，嫁给我。我愿意。他不仅没死，还大方承认了身份。他吞了维克多的盘子，现在整个亚洲商圈都在他的脚下颤抖。死而复生，不管是用了什么手段，他这只笼子里的鸟竟然妄想在我们的餐桌上当主人。放出消息，启动断源计划。我要在他最高光的时候，直接拔掉顾氏的氧气管。警告：检测到毁灭级资本危机，顾氏集团海外账户突遭8个国家级主权基金联合冻结，国内13家核心银行同步断贷。8个主权基金联合，维克多根本没这个能耐，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廷烨，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没事，只是有几只躲在暗处的百年老鼠，想在我们的婚宴上加点彩头。婉儿，今晚好好享受，明天燕京的天要变了。顾总，全断了！我们在欧洲、北美的所有资金链在昨晚同一时间被冻结，国内的几家银行也迫于某种不可抗力，拒绝给我们放款。我们的海外货轮被扣留，所有在建的国际项目全部被当地政府叫停，违约金高达数千亿，这是要把故事往死里整啊！这根本不是商业竞争，廷烨，到底是谁在针对我们？顾总，你在燕京的复活表演很精彩，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动了元老会的奶酪。这栋大厦明天就不姓顾了。这是公然破坏国际金融规则，这不怕反噬吗？苏女士，规矩是我们制定的。顾廷烨是个不错的操盘手，但他太狂妄，竟然妄想在我们的餐桌上这份协议。如果拒绝，明天的太阳落山前，你和你的新婚妻子将在背负1000亿债务的穷困潦倒中。顾廷烨，你疯了！
这是你最后活命的机会，你以为你能对抗8个国家吗？回去告诉你们那个躲在古堡里不敢见光的老鼠，我顾廷烨这辈子从不给人当狗。8个主权基金，13家银行，那又怎样？你们想要顾氏的命，我就拿你们元老会的100年基业来陪葬。滚！洗干净脖子等着，老子这就去掀了你们的欧洲老巢。启动盘古计划，把所有隐藏在暗处的资金全部调出来。我要跟这个世界打一场最狠的仗。元老会冻结了我们明面上的万亿资产，他们以为掐断了我们的输血管，但我等这一天等了5年。各位，盘古计划正式启动。廷烨，这些账户难道是你出事前就布置好的？他们以为那场车祸后，我所有的底牌都跟着烧成了灰，但真正的绝密资金被我打散成了几万个外资空壳账户，蛰伏在全球市场。第一梯队将所有暗金汇聚，避开元老会严防死守的欧洲市场，进能源期货加200杠杆。顾总，对付元老会这种体量的巨鳄，按常规打法只有死路一条。既然他们要封杀我，那我就垄断全球的能源底仓，反向掐断他们的工业咽喉。只要我们把原油和锂矿的价格拉爆，他们名下那些重工业巨头在2天内就会面临停工违约的绝境。执行，是，全仓买入。林先生，顾氏的股价已经连续跌停2天，他们的海外业务彻底停杯。顾廷烨现在就像一只困在干涸水池里的鱼，翻不起浪了。鱼就是鱼，永远越不过龙门。通知下去，明天收盘前以1美分的价格强制清算顾氏的所有海外港口。等等，您快看中东那边的能源大，有一股极其庞大的隐秘游资在疯狂扫货全球的能源底层合约。我们的造船厂和汽车制造业能源供应链已经被这股游资强行切断了。是谁？谁敢在这个时候抄底？林先生，这股资金的最终结算节点，经过30多层跳板后，指向了燕京，是顾廷烨的垂死挣扎。喜欢我送你的这份能源大礼吗？你竟然用暗金做局！你以为垄断了几天的能源就能逼我就范？1天不够，那就1年。我手里现在的能源合约足够让你们元老会名下的所有工厂停工3个月。3个月，你们的损失将是天文数字。现在该我们谈谈条件了。林先生，解冻顾氏的全部资产，否则大家就抱着这颗能源炸弹一起死！你敢威胁元老会？我们只要动用国家战略储备，就能强行压下你的期货价格，让你爆仓。动用国家储备去救你们私人的资本盘，你们大可以试试，看看国民会不会把你们的庄园烧了。顾廷烨，你果然是个疯子，但你要解冻资产，就必须亲自来欧洲，当面签下资产互不侵犯协议。廷烨，不能去，这绝对是个陷阱。他们明面上斗不过你，肯定会在欧洲布置天罗地网，等你自投罗网。我知道这是鸿门宴，但顾氏现在的海外资金被锁死，国内的产业每天都在流血。如果我不去，顾氏撑不过1个月，而且元老会不出，我们永远只能防守。我要去欧洲，把他们的王座彻底掀翻。我也去。婉儿，胡闹！欧洲是他们的地盘，我无法保证绝对的安全，你必须留在燕京镇守大本营。你上次就是1个人面对车祸，让我等了5年。这次要么带我一起去，要么我死在燕京。好，一起去，但记住，到了欧洲，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半步。死也死在一起。顾总、苏总，欢迎来到元老会的地界。林先生已经在古堡等候多时了，希望你们准备的茶水配得上我手里的筹码。顾廷烨，你终于来了。不过，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顾廷烨，这里是元老会的核心净土，周围有3道军用级电磁屏蔽层。你引以为傲的加密卫星电话，在这里就是一块废铁。交出那些匿名账户的转移密意，然后我会给你留一具全尸。电磁屏蔽层，林老头，你是不是年纪太大，脑子不好使了？我既然敢来吃这顿饭，难道会指望几根破网线来保命？10分钟前，我已经设定了死守系统。这套系统采用的是生物波段心跳感应，或者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向国内发送存活指令。你们手里控制的全球40%的港口、油田，甚至几家顶级兵工厂，你们猜猜，如果我死了，那些疯子敢不敢吃你们的尸体？不能杀他！如果死守系统真启动，我们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就全完了。好一个顾廷烨，真是后生可畏！你以为用钱就能买下你们的命吗？把枪放下，换蝰蛇上！我要活戳他，敲碎他的骨头，慢慢撬开他的嘴。婉儿，闭上眼，30秒。你小心。
林老头，协议签还是不签？我的耐心比你的命要短得多。精彩，真是精彩！哈哈哈哈哈！顾廷烨，50年了，你是第一个能让我这间屋子见红的人。既然大家都是为了求财，何必闹得这么僵？坐，我们好好谈。廷烨，他变脸太快了，小心有诈。哼，既然林先生想请客，我不吃，岂不是太不给面子？顾总，元老会封锁故事不过是一场面试。事实证明，你不仅有资格坐在我们的餐桌上，甚至有资格分走最肥的那块肉。只要你撤销那个死守系统的做空制令，从今天起，顾氏就是元老会在亚洲唯一的特权合作伙伴。这笔交易你稳赚不赔。我要元老会手里握着的那份关于5年前那场车祸的真实清算报告。廷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要往前看。今晚我们只聊未来。不对劲，婉儿，走。顾廷烨，你刚才说你的死守系统还有半小时触发，但你忘了，这座古堡的时间是由我掌控。顾廷烨，这口钟叫送行钟，钟声停下的时候，古堡外的雇佣兵就会接管这里。而你在国内那套死守系统，因为你无法走出这间房间确认指令，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废纸。林老头，你在这座古堡里待得太久，连外面的天变了都不知道。各位，在动武之前，不如先看看这份元老会内部清算报告。林老头没告诉你，他已经在半小时前把元老会名下所有的亏空债务全部转嫁到了你们12个人的私人账户上。林，你居然利用我们的授权去填你自己在南美亏掉的1000亿窟窿！假的，这全是顾廷烨伪造的，他在离间我们。伪造？你们现在可以打开手机，提前给你们每个人的私人理财顾问发了一封确认信。什么？资金被冻结了，是因为关联债务风险？林先生，你以为你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其实你只是这间屋子最大的负债人。老板，外面的兄弟听说元老会账户被清算，奖金发不出来，已经全部倒戈向顾总了。在金钱的世界里，忠诚只是一件商品。很遗憾，你现在出不起价。签了它，元老会从此消失，你们的债务我来背，你们的命也能保住。廷烨，全部签完了。从今天起，顾氏掌握了全球60%的物流和能源通道。林，看在大家都是生意人的份上，我送你最后一程。告诉我，5年前那场车祸，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发令人？你以为赢了我就是终点？你太天真了。发令人就在燕京，他姓顾，和你流着一样的血。说清楚！顾振山，他没死，他才是元老会背后真正的影子大股东。他要你的命，是因为你查到了顾家当年在海外那笔见不得光的原始积累。廷烨，如果真的是他，我们回燕京无异于进龙潭虎穴。龙潭虎穴我也要闯。既然他想玩死而复生，那我就亲手送他进棺材。欢迎回家，我的好侄儿。城东新区的剪彩还没结束，真正的礼物在老宅。廷烨，二叔等这一刻等了5年了。廷烨，这里的空气冷得不正常。二叔喜欢安静，他在正厅等我们。来了，坐吧。水刚开，时间掐得刚刚好。这茶叫雪中春，要用头1年的雪水煮。廷烨小时候最淘气，总把我埋在树下的那滩雪水刨出来打水仗。二叔记性真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您说这水要是见了脏东西，茶就苦了。我这些年一再清理脏东西。廷烨啊，这5年在外面受了不少苦。苦谈不上，倒是看清了很多事，比如车祸那边刹车油管上的那个切口，切得很漂亮，那是您亲手教我的断根手。
如果不做的绝一点，你又怎么吞下他们的气宇，真正执掌顾氏？二叔是为你着想，顾家的江山不能有杂色。为了让他掌权，就一定要让他差点死掉吗？苏婉，你是顾家选中的王后，王后的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廉价也最能掩人耳目的东西。这屋檐下的暗影里藏着12个职业狙击手，只要我手里的茶杯落地，你们2个1秒钟都活不了。但我不想那样，我们是亲人。二叔，您老了。10分钟前，顾氏的30个战略分仓已经把您存在南非矿区的600吨黄金全部锁死。只要这杯茶凉了，那些金砖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的走私证据，送往国际法律。廷烨，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不过这脾气确实像我。二叔，咱们打开天窗说凉话吧。外边那600吨黄金，我已经以您的名义捐了。这笔钱洗了10年，一旦变成善款，所有的账都会被翻出来。元老会的底部就要被你这位影子股东亲手扯掉。捐了就捐了吧，那600吨黄金本就是我留给你的学费。廷烨，你以为我会在乎那些数字？那笔钱的程序是我亲自写的。捐掉黄金的一瞬间，元老会那几千亿的资产也跟着灰飞烟灭了。为了拉我下水，你连自己经营了几10年的老本都不要了。钱没了可以再赚，顾家的接班人要是没这股狠劲儿，那才是真完了。其实从你带兵围了这座老宅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赢了。你变成了另一个我，甚至比我更毒更狠。你带警察来，是因为你觉得法律能清算我？我以顾家家主的身份承认了你顾寒的身份，并宣布我这个死人正式回归，投案自首。所有的罪名我一个人背，顾氏集团所有的黑历史都会随着我入狱而彻底洗白。廷烨，这是二叔送你最后一份大礼，一个干干净净、史无前例的顾氏帝国。顾振山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雨夜，这杯茶我是喝不到了，剩下的局你自己走。记住，顾家的人不回头。廷烨，他赢了名声，我赢了江山，这顾家终究还是落到我手里。昨晚整夜没睡，二叔把路都铺好了，他带走了顾家所有的脏水，留给我一个干净的像白纸一样的万亿帝国。婉儿，我突然觉得这不像是一场胜利，倒像是一场施舍。不想让你内疚一辈子，让你觉得这辈子都逃不出他的影子。廷烨，商场上的胜负已分，你是胜者。胜者。二叔最后那句不回头，其实是在告诉我，坐上这个位置的人注定是孤独的。您在里面倒是清静。我在这里，顾家就在这里。顾氏的股票今天又涨了吧？一字涨停，所有的负面消息都被你那一纸声明洗干净了。很好，那些海外的巨头们听见我进来的消息，应该都已经撤兵了。毕竟没人会跟一个死而复生且背井清白的暴君死磕。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不是钱，是身份。现在你的身份是无可置疑的顾氏之主，过去的账已经清了。从今天起，顾氏集团不分派系，不留余役。凡是想跟着我赚大钱的，留下；凡是觉得我顾寒或者顾廷尉手段太狠的，现在可以拿钱走人。为顾总马首是瞻。这就是二叔给我的江山，一个没有任何杂音、绝对服从的帝国。宿主成就已达满级，所有基因缺陷已永久修复，商界至尊进化系统功成身退，即将进入静默状态。谢谢你，老伙计。接下来的路，我要自己陪他走。婉儿，今天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你是我顾廷烨名正言顺唯一的王后。名分我不在乎，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站在我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今天，全燕京见证了顾氏帝国的权力交接与真情回归。这不仅是一场婚礼，更是一场新王的加冕礼。我曾跌入深渊，在一片黑暗的冰冷中，只能隔着一层玻璃看你流泪。那时候我就对自己发誓，只要能重回人间，我愿用我手中的万亿江山，换你余生一世长安。
从今天起，顾氏集团我顾廷烨说了算，而我苏婉说了算。廷烨，你说，如果那天我没把你从鱼店买回来，我们会是什么样？没有如果，因为在那之前，我的灵魂就已经在那缸水里守了你一辈子了。早，顾总裁，盯着我看多久了？没多久，也就看了2个小时，总觉得看不够，怕闭上眼你又消失了。真不敢想象，堂堂万亿帝国的掌门人，大清早居然在给老婆做早餐。要是让那帮股东看见，估计下巴都要掉地上了。在外面我是他们的王，在家里，我只是苏婉的私属厨师。味道怎么样？顾总，这是城东新区的2期规划，请您过目。这种低级错误的方案，不要再让我看到第2次。婉儿，你觉得呢？王总，城东新区现在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这种保守的方案不适合顾氏，重做。明早8点我要看到新的。不愧是我的王后，这股狠劲儿越来越有我的风范。那顾总裁，我是不是可以申请涨工资了？你们发现没？顾总现在虽然还是那么凶，但只要苏总在场，他的眼神简直能温柔出水来。那是，听说顾总以前变成总之他以前最落魄的时候，苏总都不离不弃，这叫生死交情。唉，这就是顶级大佬的爱情嘛，虐起狗来也是万亿级别的。婉儿，虽然现在不是鱼了，但我总觉得我身体里好像还留着一点鱼的本能。什么本能？喜欢水，更喜欢在水里抱紧你。好漂亮的鱼，谁送的？是二叔，他在里面还能送东西出来。他既然能金蝉脱壳5年，这点本事还是有的。这是他在提醒我，即便无敌了，也不能掉以轻心。黄金我已经全部洗白入账了。二叔，你这辈子积攒的家底，现在全都姓顾了。本来就是留给你的。廷烨，你和苏婉打算什么时候要个孩子？顾家这一代太冷清了。这种事儿随缘。廷烨，我想成立一个锦鲤基金，专门资助那些在商战中被无辜波及的中小企业和员工。想做就做，钱不够，我把欧洲那几座港口卖了给你筹。败家仔，那可是顾氏的命脉。顾总，还记得这个吗？当初你可是这条网里的阶下囚。苏总，你这是在挑衅你丈夫的自尊心吗？是又怎样？你现在又不能把我怎么样？能不能怎么样？你马上就知道了。婉儿，你是不是有了？老子要做爸爸了！廷烨，我才怀孕2个月，还没到连路都走不稳的地步吧？不行，孩子的安全必须是顶级预防。顾总，这是为您制定的苏总本周营养计划，所有的食材都凌晨从顾氏自己的农场空运过来的。海鲜全部撤掉，我怕孩子对那个有心理阴影。你是怕孩子出生后会游泳吧？我让你查的那几笔不明资金有眉目了吗？顾总，很奇怪，这几笔资金不是来自任何财阀，而是通过几百个散乱的个人账户，在悄悄吃进我们海外分公司的零碎股权。虽然量不大，但非常有组织。沈瑶死了，二叔在里面，燕京这块肉，居然还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手。顾廷烨啊，你以为你把那些豪门都扫干净了，世界就太平了？带血的资本，生出来的孩子也配叫希望？廷烨，封锁全场，任何人不准离开这间屋子。这杯水，你加了料。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但敢动我顾廷烨的妻儿，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谁给你的胆子？
顾廷烨，你这种人也配有后代？那杯水只是个开始。平民鲜血，你是说15年前城北那场仓库失火导致你父母双亡的那件事？那块地确实是顾氏买下的，但纵火的人是当日负责拆迁第三方包头，也就是现在的沈家残党。我在接手顾氏的第1年，就亲手把那个包工头送进了火葬场。你找错仇人了。不可能！影子告诉我，是你为了省拆迁费。影子，给我查燕京所有叫影子的地下黑市。还没睡，医生说你需要多休息。庭烨，那个杀手是因为以前的事情报仇的吗？有人在暗中煽动那些对顾氏有恨意的人。婉儿，我保证以后这种事绝不会再发生。顾总，查到了，那个影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活跃在暗网的众筹杀手组织。他们的背后谁？是沈浪。他在那场酒会发疯，被关进精神病院后，沈家名下最后一笔信托基金被激活了。他用那笔钱在暗网上悬赏顾氏高层的100颗人头。沈少，顾廷烨已经察觉了，影子的第1波行动失败了。没关系，失败了更好，这才会让他感到恐惧。告诉影子，启动第2阶段，既然杀不了大的，那就先杀那个小的。切断这栋楼所有的外部通讯网络，一只苍蝇都不准飞出去。沈浪，别演了，这里没有医生，只有能让你永远闭嘴的人。鱼，大红鱼来吃人了。这上面是你通过暗网比特币账户给影子组织打款的流水，你这装疯的眼术，骗得过你自己吗？顾廷烨，你果然是个魔鬼，连这种账户你都能查到。我不仅查到了你的账户，我还查到了那个给你提供手机和网络的高级护工，他现在应该在警局的审讯室里，把你的底裤都交代干净。查到了又怎样？影子组织全是一帮为了钱连命都不要的亡命徒，我悬赏了1亿美金要你和苏婉的命，他们会像猎狗一样死死咬住你们，直到你们死。1亿美金，沈少，你的格局还是这么小。对付为了钱不要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扔给他们一块大到足以让他们互相撕咬的肉。顾总，暗网通缉令已经发布，我以顾氏的名义在暗网追加了10亿美金的上金，悬赏影子组织所有成员的真实身份，同时规定影子内部成员互相举报，奖金翻倍。你猜猜，在20亿美金的诱惑下，你引以为傲的死士组织能撑过几个小时？10分钟前，影子的首领被他最信任的副手割了喉，人头已经送到了国际刑警的分部。你的最后一张牌被我用钱砸成了渣。不，你这个疯子，你拿20亿去买几条烂命？感动我的妻儿，20亿算便宜你了。好好在里面享受你的余生，我会关照这里的医生，让你真正疯掉。沈少，顾廷烨撤了。影子虽然毁了，但我们在境外的几个雇佣兵接应点还在，车就在后门，快换衣服。顾廷烨把我逼到绝路，我就是死也要咬下他一块肉。医生说你这几天有点贫血，要把营养补回来。顾总，你现在照顾我的熟练程度，简直比那些金牌月嫂还要专业了。如果可以，我恨不得替你受这份怀孕的苦。顾总，精神病院那边传来消息，沈浪买通了医生，昨晚越狱了。他纠集了最后10几个境外黑户雇佣兵，截获的暗网碎片信息显示，他们以为今天上午苏总要去玛利亚私立医院做定期的3维扫描产检。好，我给他这个机会，猎网张开，收我。苏婉，顾廷烨，老子送你们一家3口下地狱！给我把中间那辆车的门炸开！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武装包围，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否则格杀勿论。不，这不可能！行程明明是绝密的。行程确实是绝密的，但那个卖给你情报的暗网黑客，是我花5000万美金雇的。沈少，物理层面的碾压滋味如何？顾总，这次多亏了您提供的暗网交易记录和卧底情报，沈浪涉及买凶杀人、危害公共安全，数罪并罚，这辈子算是把牢底坐穿了。局长，他这种极端反社会的危险分子，背着好几条人命，我希望法律能给他一个最高级别的了断。您放心，证据链是铁打的，死刑板上钉钉。所有跟沈家、林家曾经有过利益输档的旁支企业，3天内全部斩断合作，宁可亏损100亿，顾氏的盘子里也不允许留下一只带病的老鼠。顾总，安保团队已经完成换血，
从别墅到公司，连一只没有登记的苍蝇都飞不进来。好，这世界终于干净了。顾大总裁，要不还是让安保队的人来拼吧？你这都鼓捣2个小时了。不行，我的孩子睡的床必须是我亲手搭的，万一他们拧得不结实怎么办？宝宝，听见没？爸爸给你搭的床绝对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庭叶，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安全的家。是我该谢谢你，婉儿，是你把我从那个冰冷的鱼缸里彻底拉回了人间。被告人沈浪犯故意杀人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婉儿，疼得厉害吗？医生，顾总，您别急，无痛已经打上了，起效需要几分钟。夫人的各项指标都非常完美。我没事，庭叶，你别吓着医生，我没事。深呼吸，你也深呼吸。我不生了，婉儿，以后我们绝对不生了，这苦受一次就够了。顾总，欧洲那边的跨国并购案到了最后签字阶段了，您看？滚！天塌下来等我老婆生完再说。并购案黄了就重买，我老婆要是有事，老子把欧洲的港口全炸了。恭喜顾总，母子平安，是个非常健康的男宝宝，足足7斤2两呢。婉儿，辛苦你了，谢谢你，谢谢你。观众朋友们，这或许是燕京100年以来最昂贵的一次私人聚会。在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收购战后，顾廷岳先生不仅稳固了江山，更迎来了他的继承人。婉儿，这几个月你辛苦了，外面的风浪我来挡，但这个家离了你真的不行。庭叶，我到现在都觉得像在做梦。从那个阴暗的鱼店到今天的顾氏庄园，我们真的走过来了。程允，记住今天，这是你妈妈为你打下的江山，爸爸只是个守门人。在座的各位，有我的朋友，也有我曾经的对手。3年前，我遭遇横祸，顾氏风雨飘摇，那时候我处于最卑微、最无助的境地。是我的妻子苏婉，她没有放弃，哪怕全世界都认为我只是一堆灰烬，她依然用她柔弱的肩膀撑起了整个顾氏的尊严。所以我宣布，从今日起，我名下50%的个人股权，以及全球36个港口的清算权，全部无条件转入苏婉女士名下。我顾廷烨的命是她捡回来的，我的江山自然也随她支配。二叔，程允今天百日，如果您没做那些事，现在应该坐在首席。廷烨，二叔这辈子为了那点权利，把自己关进了一辈子的鱼缸，现在看你走出来，我心里的债也清了。我会让人照看您在里面的生活。顾家终于有个像样的家主了。婉儿，以前你是我的救命稻草，以后我是你的参天大树。顾先生，那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妈妈，快来看，这只红色的鱼在吐泡泡，它是不是想跟我说话？它是不是也是爸爸变的？程允，爸爸现在在书房开视频会议呢，他可变不回去了。臭小子，又在背后冤拍你老爸。你老爸以前可是这条街最帅的鱼。我要的不是报表上的虚荣，这个基金必须深入到每一个底层创业者的末梢。我曾经失去过作为人的所有权利，所以我最清楚，当一个人需要的不是施舍，而是尊严。顾总，首批10亿美金已经拨付，那些曾被林氏和沈家打压的小企业已经全部起死回生。很好，我们要慢一点走，走得稳一点。婉儿，你知道吗？有时候做梦我还会梦见自己漂在水里，看着你为了顾氏去求那些畜生。都过去了，如果没有那个鱼缸，我们或许会像很多豪门夫妻一样相敬如宾，却永远无法走进对方的心。是啊，是这缸冷水让我看清了谁才是我的全世界。婉儿，这枚硬币我留了5年，它提醒我，我的身价不是万亿，而是你当初递给老板的那几百块钱。不，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是无价之宝。这辈子我欠你一条命，下辈子
不管我变成什么，我都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庭叶，如果以后老了，你想做什么？我想陪你去海边，就我们2个人。那你要是想游泳了怎么办？我只想在你的世界里游上一辈子。